走遍湖湘大地，领略风土人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天福。今天我们驱车100多公里，来到了湖南浏阳谭嗣同故居。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，有很多改变中国历史的伟人，比如孙中山、黄兴、蔡锷等。我们今天探访的这座故居的主人谭嗣同，他同样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伟人。在100多年前，中国是外辱内乱、风雨飘摇的年代，谭嗣同等维新变法人士为了民族利益、国家振兴，抛头颅、洒热血。可以说，如果没有谭嗣同等人的付出，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可能又会不一样。以前我们只在历史教材上面了解过谭嗣同的一些相关事迹，并没有亲身来到过他以前土生土长的地方。但是我们今天来到了他的故居，内心非常的激动。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谭嗣同的故居，去了解他这传奇的一生，感受当年那份沉重的历史。在我身后，这里就是谭嗣同的一尊雕像。Hello， 大家好。现在我们在谭嗣同故居的旁边的一个广场，这里有他的一尊雕像，上面有对谭嗣同的生平做了一些介绍。谭嗣同是1865年到1898年，他的短暂的一生只有33年。字复生，号壮飞，湖南浏阳人。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著名的启蒙思想家、爱国维新志士，他办新学、著新说、倡新政，积极投身维新变法运动，用年轻的生命点燃了爱国民主的火炬，唤醒了一代代志士仁人。他为救国救民、实现民族复兴伟大的事业而慷慨献身。看他这尊雕像，应该看上去还是比较年轻的时候的样子，对吧？是的，毕竟谭嗣同他去世的时候也才33岁旁边这座故居呢，看上去是青砖黛瓦，非常的古朴庄重的一栋房屋。现在这座故居呢是处在浏阳市中心，我们刚刚把车子停在路边。转了好久才把车子停好。现在呢，就请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，沉浸式参观谭嗣同故居，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谭嗣同的传奇一生。现在呢，谭嗣同故居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1997年5月12日立的。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他的一些介绍。谭嗣同故居又名大夫第，始建于明末，系木结构，据明清时代湖南庭院式有过廊的民居风格。谭嗣同被称为中国近代戊戌6君子之一，其实他是生于北京，13岁时回到这里读书居住，寻求救国真理，从事改革活动。好吧，那么现在我们就走到里面去参观一下吧。现在这座故居是免费参观的，不需要收门票。在正门口就有他的头像。刚刚上面介绍说，这座故居呢是明代末年建的，以前的建筑面积呢有达到2100多平米，但是现在看上去好像据资料显示只有700多平方米，看上去是砖木结构的房屋。它是3进5开的一个格局，这边还可以上到2楼。我们看一下这里是不是我们传统看到的传统民居建筑的特色呀？这是天井，对不对？是的，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建筑都是仿古建筑了，
并不是以前的原汁原味了。不过我们现在可以看到，这个住处应该是以前的，是吧？这些住处都还算是保存的比较完好，还有这些柱子，估计都是后期做过几次修缮了，才能保存到现在。好了，我们到里面去看看吧。其实这些都属于窗棂，看到没有？上面还做了一些金色的粉刷。现在我们进入到大堂。金国完人这个是大厅，是由康有为、梁启超题的。匾额上面有标记了郑扁人名字。好，我们现在到这边来看看，这里是李润的卧室。李润呢，我们知道是谭嗣同的妻子，对吧？明媒正娶的妻子。里面的地板呢都是木质结构，这里放了一些椅子，还有梳妆柜。这里是对李润的一些介绍。李润又名吕运卿，祖籍湖南望城。1865年4月20日生于北京，自幼丧母，父亲李黄仙为户部主事，李润知书达理。1884年与谭嗣同完婚，婚后生有一子，因病夭折，此后再未生育。他们夫妻感情默契，相互谅解与增进。谭嗣同牺牲后，李润化悲痛为力量，更名余生，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情感投身于社会公益和妇女解放事业。而且他曾经创办过女子师范学院，任校董10年后创办育婴堂，收留被遗弃的女婴，从事社会慈善事业。所以呢，1925年，康有为与梁启超在李润60寿辰之际合赠匾额“金国完人”。同年10月24日在故居病逝，葬于荷花街道嗣同村，其陵墓现为长沙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是他以前居住过的房间。你看这样的雕花床还是非常有特色啊，现在很难看得到这样的古董家具了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现在去这边看一下吧。这里是谭嗣炯的卧室，这个应该是属于谭嗣同他的另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的房间。格局都差不多，都是这种木质结构。这边呢，也是陈列了一些简单的家具，床呢都差不多，都是这种雕花床，还有这种大理石和木质结构的圆桌。这里是谭嗣炯，字勤生，官名应辉，谭继寻五子，如是所生。清后选主事花陵同知街，安徽补用知县呢，任霍山县知县。宣统2年，1910年庚午9月初3日，卒于安徽省狱，年仅32岁，葬于西乡白沙段砖屋后山上，原配唐氏。这个是对他的兄弟的谭嗣同兄弟的一些生平介绍。谭嗣相又名嗣鹏，字嗣生，谭继寻次子，谭嗣同重兄。自小与嗣同一起读书，他扶危济贫，素有奇士之称。读书注重经言义理，不屑章句之学，因此三舅相视不第。后从父命，捐元运使司提举，嫌谭嗣相颇具经营之才。1888年赴台湾投亲戚，深受台湾巡抚刘铭传赏识，派其管理台南府丰山县盐税，遂留
台湾候补。1889年5月5日，因寒疾卒于台南县澎湖书院，年仅33岁。视同夫妇生前对其子抚养教育视同己出。谭继寻病逝前，将传委过继给视同。这是他另外一位大哥的生平事迹。我们看一下，这位大哥看来是比较适合经商。对，有些人呢，他有经商之才；有些人呢，他有治国之志，对不对？这也是传统的一些家居。进到另外一个院落来，这里呢也是一个巨大的天井。我们现在看到这里是谭嗣同家族系事表。他的祖父名叫谭学勤，他是浏阳县的知县。然后谭嗣同的父亲谭继寻，他是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。所以谭嗣同严格意义来讲，他是官3代，因为他的爷爷他就已经是一位知县了。只不过他的父亲更厉害，他是巡抚。对，所以让他们谭氏家族呢，在这个当地呢，会成为显要的家族，对不对？继寻是吧？27代继雍、继升，看到没有？他的祖父，然后接下来就是世炯、世同、世襄、世仪，还世穆，这么多的，看到没有？他们家族也算是非常兴旺发达的一个家族，对不对？谭氏在浏阳是从明代的时候就迁居到了这里了。那么他的父亲呢，谭继寻呢，是在咸丰9年的时候考取的进士，那么使得他们家族呢后来变得更加兴旺发达。这里是谭嗣同的卧室。刚刚我们在那边参观的是谭嗣同夫人李润的卧室。他们2个卧室还隔着比较远嘞。分开的是吧？谭嗣同大事年表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就是对他的生平事迹的介绍。我们刚刚说了，他出生于北京，对不对？从毕存斋授书，沈世生仍属对，对吧？说明他从小呢非常有天赋，对啊。5岁的时候，那6岁呢，从云南杨先生读书，对吧？就是启蒙嘛，受杨先生的启蒙。后面以2位兄长从韩孙龙读书，后面8岁的时候以2位兄长一起读书学习，对不对？而且谭嗣同他从小喜欢习武，既会骑射，也会这里说到他的母亲徐氏，还有大哥，还有2姐因白喉病逝。那么嗣同呢，也是不幸感染了，后卧床3月治愈。父亲谭继寻为其取名复生，同年结交大刀王武。在13岁的时候随父返浏阳为母亲修墓，与唐才常结交，成为好友。后面拜浏阳著名学者涂启先为老师。9月在武昌与李润完婚。师从著名学者刘仁熙，众兄4乡在台湾病故了。那么在他31岁的时候呢，在欧阳中湖和父亲谭继寻等人的支持下，在家乡浏阳成立中国第一个民间科技团体机构篆学社，开设史学掌故。在他33岁的时候，是公元1897年，在上海会见康有为，受湖南巡抚陈宝箴邀请回乡推行新政。1898年34岁，与唐才等人创建了维新团体南学会，创办了乡报。8月21日，
奉诏赴京推行新法。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，谭嗣同当年原本是可以全身而退的，但是他并没有选择离开，而是毅然决然的选择留下。当年慈禧下令要大肆搜捕所有参加过戊戌变法的维新人士，当年梁启超、康有为全部都逃离了中国，而只有谭嗣同等一些维新人士毅然决然地留下来，想要以死明志。当年行刑当日，慈禧还特意下令要用钝刀行刑，足足挨了30多刀，谭嗣同才英勇牺牲。所以谭嗣同他和维新人士的戊戌变法虽然以失败告终，但是他的精神却并没有被人们给遗忘。他在湖南长沙创办的学堂里担任总教习，中文系总教习，并且他的学生就有蔡锷，而蔡锷的学生就是新中国的开国元帅朱德，并且谭嗣同他还开办了另一个学堂会师，而且当时激励了很多热血青年，这其中就包括杨昌济，而杨昌济他又后来担任了长沙第一师范学院的老师，去那里任教，而他的学生更是有足以改变中国历史的一位伟人毛泽东。所以谭嗣同他不仅通过戊戌变法试图改变中国，更是通过他的行动来改变中国。后来人们对中国的振兴做出了非常巨大的改变。我们现在走到的是谭嗣同的书房，我们在这里能看到他的书房看上去是比较简陋的，但是这里面陈列的一些物件呢，都是他曾经遗留下来的。这里是他的书房，名字叫石菊影炉。但是在这里呢，我们能够看到这里竟然有2把七弦琴，而这个古琴的由来也是非常的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的。根据史料记载，上面有写，在1881年的盛夏，谭家宅院内有2棵高约六丈的梧桐树被雷霆劈倒了1棵，而当时16岁的谭嗣同将这个梧桐的残干监制成了2张古琴，而且分别取名为崩庭与残雷。所以呢，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2把古琴呢，它们是复制品，其中崩庭呢被安放在湖南的博物馆，那么另外一部残庭的中国故宫博物院，对，放在中国的故宫博物院了。但是这个复制品都还看上去都还很不错的啊。就是按照原型来制作的。这个故居呢，还是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到这边来参观的。我们现在去其他地方看一下这人像，这是谭嗣同像，这个看上去还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啊。谭嗣同在家族中是排名第7，对不对？所以人称7公子。能文能武。是的，你看他这个大厅，还是这些家具啊，真的是古色古香啊。这些都是被称为什么太师椅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其实谭嗣同他也是非常的有才的。这里是谭继洵的卧室。就是他就是父亲的卧室。谭嗣同父亲的卧室，我们在这边看一下。他父亲的卧室，这里的布置格局还是稍微显得更加的典雅一些哦。这个椅子我好像是第一次见的。是吧？它这个肯定是上面应该有木板，可能后面被拆掉了。这个是谭继洵的画像。穿的是朝服，看到没有？所以他爸爸真的是非常厉害呀，在
咸丰年间呢，能考上进士，就相当于现在能考上清华北大的学识啊，对不对？你想还要厉害些，考进士多难呐、还要厉害些，对，那个时候比现在考清华北大还要难一些。哦，我们到这边来看一下，这里是谭继洵会客室，哦，就是他爸爸当年是做官做到了湖北巡抚，对不对？监视就是涂启先。大家如果对这些人物感兴趣啊，可以看一看。也是维山书院创始人，维新派名儒，他博学多才，推崇传山学说，赞赏务实精神，一生刚直不阿，不畏强欲，因见国事日非，无益仕途，屡次辞官不受。湖广总督多次欲聘其为幕僚，他与老母在不远游婉拒。涂启先先后执教于岳麓书院、南台书院。1879年起前后7年，谭嗣同拜涂启先为师。这里是欧阳中湖，之前我们也提到过。大家如果对这些人物感兴趣，可以看看他们的一些介绍。刘仁熙，字明生，又名魏庐，进士出身，你看到没有？都是考取进士，所以说读书还是非常有用的啊！从古至今，这些人都是谭嗣同的老师。谭嗣同在刘仁熙的教育下，在学术和思想上有很大的收获与进步。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，有2位人被称为佛学的慧星，一位是东晋时期的曾肇，他是撰写了一篇足以改变佛学的一本书，叫做《肇论》，奠定了佛学的基础。虽然曾肇他只活了30岁，但是他写的那本书却影响了整个佛学。而我们的谭嗣同，他虽然也只活了33岁，但是他能将现代人的思想赋予到佛学里，给佛学赋予了不一样的灵魂与精神，让佛学更加的生动与立体化，将现实社会与佛学的理论知识给融为一体，将佛学的思想打破了那一层层包围的围墙，让它走进了人们的视野。所以如果说曾肇他是理论佛学，那么谭嗣同他就是将理论和现实融为一体的人物。所以谭嗣同和曾肇他们就是佛学的慧星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故居并不是他们祖父当年修建的，而是从别的宗祠买来的。据网上的资料显示，是周氏祠宇。当年他的祖父，也就是谭嗣同的爷爷，将周氏祠宇买下来，重新建造成为了传统的民居建筑，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栋建筑。不过当年，据资料显示，这栋建筑啊，原本有2000多平方米，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也没那么大。对，据说是只有700多平方米，里面有大小房间24间，但是我们刚刚走了一下呀，这里呢好像就只有10来个房间吧，对吧？有可能是因为之后的历史原因，导致了很多房间被拆毁，只留下了这几个重要的房间。哦，是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大厅还是做的非常大气哦，它周边还用玻璃啊安装了玻璃，用来防水吧，但是采光性还可以哦。它上面这里啊横梁看到没有，是有设置了八卦阵图吧，还有太极八卦，对不对？是的，一般这种横梁上面都会有刻字。它这个像不像藻井啊？对不对？就是只是说没有那么富丽堂皇啊。你看它这边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上面是在这个房屋的横梁这个位置啊，设置了这个双龙抢珠的。一般这种横梁上面啊，它不仅会绘画八卦阵，而且还会有刻
年代，我自横刀向天笑，自流肝胆两昆仑。如果没有谭嗣同等维新人士的艰辛付出，恐怕也不会有我们现如今的今天。好啦，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